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道听途说不如听我说说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道听途说，分享不同的故事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在八里庄镇有一位名叫费保中的老郎中，多年来为当地百姓解除病痛，救死扶伤，因此当地人都称其为华佗在世。但可惜的是，这位费老郎中那唯一的儿子一直说想要做生意赚钱，但他的父亲因为儿子平时不务正业，无所事事，所以不管怎么着就是不同意。于是他那儿子便偷走了家中所有的积蓄，偷偷地离家出走了。时间过得还是真快，转眼间就到了第2年。有一天，镇子上的人给费老郎中送来了口信，说他儿子不是带着家里的钱跑了吗？说是跑到了城里去了，可是也没做什么生意，其他的正经事更没有做。不过他可是迷上了一个青花楼的女子，身上所有的钱都是因为那个女人给套光了，如今是身无分文。可是他又不敢回家，只能是流落在街上以乞讨苟活。听到这里，那费老郎中气的是浑身发抖啊！就见他那脸是红阵白一阵的。等给他送信的人走后，费老郎中便在自己平日里用的办公桌子上放了一把十分锋利的尖刀，并且还放了话出去：养子如果不教，那就不如不养。如果再让我看到这个畜生的话，我一定会当场给他千刀万剐了不可。这一天也没有病人上门，费老郎中便坐在他家的药店里沉思着。他不禁又想起了自己那个不争气的儿子，想起这个儿子，他是越来越生气，还无处去诉说。就在这时，就听外面有人轻轻地敲门，只见一个单臂中年男子走了进来。那人进到屋子里就跪下了，说道：二奇拜见老爷。进来的这名男子名叫赵二奇，在前几年的时候突然从悬崖上掉了下来，摔得已经是奄奄一息了。不过还多亏了这位费老郎中，利用自己的医术才把他从鬼门关那里抢了回来。等二奇的伤好了以后，费老郎中又将家里的丫鬟阿香许配给他，而阿香包揽了费老郎中家里平日所有的缝缝补补和浆洗活计，而且手工费比别的家至多不少。你说二奇怎敢忘记这样的恩情，故而执意要称呼费老郎中为老爷。费老郎中见二奇如此大礼，便赶紧上前扶他起来，说道：二奇呀，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你再来不用行这么大的礼了。赵二奇连忙说道：老爷，不好了，少爷他可能出事了。费老郎中听后却异常的平静，冷冷地说道：那倒好了，不就省得我自己再亲自动手了吗？告诉你二奇，一定要给我记好了，以后不要再在我的面前提那个畜生一个字。赵二奇又连忙说道：我二奇自然知道亏欠老爷的，即使挨您的骂，也不愿隐瞒您的家事啊，所以有了少爷的消息，就赶紧来告知于老爷了。小的我不是在南山那里看山林吗？今天早上我在悬崖上发现了一只鞋，于是就捡了起来，让阿香看了一下，他当时就认出了那是当年他给少爷做的，所以我们俩就断定少爷可能是出了事了。说着，赵二奇便从自己的贴身处掏出了一只鞋子，虽然那鞋子已经是非常的破旧了，但是费老郎中一眼就认出那正是自己儿子的鞋子。赵二奇见费老郎中盯着那只鞋子看了半天，一句话也没有说，只是沉默不语，便接着又说道：可能少爷他是跳崖自杀了吧？费老郎中一挥手打断了赵二奇的话：我刚才不是和你说了别提他，你怎么一瞬间就给忘了呢？然后便拿出了一锭银子递给了二奇，说道：拿回去补贴家用吧。送走了赵二奇，费老郎中便拿起桌上的尖刀，失声地痛哭起来，想我费家多年来不知道到底医治了多少病人，结果却没想到最后会变成了这样。哭了一会儿，他便擦干了眼泪，把那把尖刀给收了起来。日子还要一天天的过，
转眼间就到了中秋节，家家做月饼，有的家里还会开新酒，一派合家团圆的喜庆场面。店里的伙计们都各自回家过节去了，而只有费老郎中独自一个人坐在客厅里。这时见那赵二奇拿着一盒糕点又来到了费家。费老郎中看到赵二奇，他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多日不见的微笑，便摆上了饭菜和酒招待赵二奇。吃饭间，二奇好像很犹豫的样子，不一会儿拿出了一个银锭，说道：“老爷。”二奇仔细考虑了一下，觉得还是不能收这个。老爷赏我这点银子，是不想让我再提少爷的事。但是二奇不把这心里的话说完，心里反而觉得很愧疚。嗨，给你了就给你了，你把它收起来就行了。费老郎中又把银锭推了回去，说道：“至于他，如果二奇你非要说的话，我也不拦着，那你就说吧。”于是赵二奇便接着说道：“他发现少爷跳的那个悬崖下有一条大河，二奇他捡起了那只鞋子以后，便立即找人沿着那条河的河边去打捞，可是辛苦了好几天，最终也没见到那少爷是活着还是已经死了，所以他怀疑少爷他仍旧还是活着。”费老郎中听了赵二奇的一番话后，顿时瞪起了双眼，愤怒地说道：“他是死是活与我有什么关系？如果以后你再提他一句的话，可别怪我不厚道。”赵二奇便不敢再说什么了。接下来他给老人的杯子里倒满了酒，双手奉上道：“二奇敬老爷一杯，要不是您的话，二奇恐怕早已经死了，老爷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啊。”那费老郎中却摇摇头说道：“其实自古医者父母心，就是换做其他郎中的话，也都会想尽办法医治你的啊。要不是你再稍微灵气一点，我可早就收你为徒了，怎么还用在那风雨之中去看山林？”哎，赵二奇赶紧接着说，他已经满意了，很满意了。原来赵二奇本是个孤儿，在他13岁的时候，就给别人家放羊。那些山羊喜欢爬山，经常爬到悬崖上。有一天遇到了好吃的草，天都黑了，可是那些羊也还不想下来。于是那赵二奇便只好爬了上去，往回赶着他们。谁想到一不小心却给滑倒了，掉了下去。后来他被路过的好心人送到了费老郎中那里，老郎中便紧急地对他进行救治。后来那个可恨的东家来到了费老郎中的家，他站在那儿跳着脚儿诅咒二奇，说自己不仅要花医药费，还得搭上个席子去埋他，真是不合算。东家的这些话一下子就激怒了费老郎中，他立即指着那个狠心东家的脸说道：“你可给我记住了，你以后最好是别生病，如果生病了也不要来找我治，滚！”接下来那费老郎中便自己把赵二奇这个苦命的孩子收留了下来。等到接下来给赵二奇开始治疗的时候，费老郎中可是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呀。只见二奇那孩子的骨头是被摔得多处骨折，已经伤及到了内脏，而且他的另一只手臂还需要立即截肢。但是善良的费老郎中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孩子死去呢？于是他便关上了门，绑住了赵二奇的手和脚，然后又蒙上了他的眼睛，专心地给孩子疗伤。那二奇不禁疼得大叫，说自己实在是受不了了，求老郎中干脆放弃他，把他扔了算了。但是费老郎中却劝他说：“你呀，上辈子一定是做了很多的好事，在那么高的地方摔下去，100个也得死99个呀，可是你居然还活着，真是奇迹呀。”又过了几天，赵二奇意识清醒了很多，情绪也稳定了不少。费老郎中说，他的骨头断成了那样，换做别人的话早已经瘫痪了，可是他竟然现在还能痊愈，真是福大命大。一回想起这些往事，费老郎中不禁感慨万分。那时候我看你真的是一心想死，怎么都不肯吃药。如果那时候我直接告诉你，说你得失去一条胳膊的话，你当时能受得了吗？如果一个人心里没有了任何活下去的希望，
怎么才能把病治好？这叫医病先医心呢，你懂吗？赵二奇听完费老郎中的这番话，连连说：是。一开始的时候，他确实是真的不想活了，后来被老郎中的话说的有了活下去的勇气和盼头。他觉得自己该死却没死，觉得自己该瘫痪却也没有瘫痪，于是便有了生的希望。他听了费老郎中的话以后，便按时吃药休息，保持心情舒畅。果然，他的精神是一天比一天的好，直到最后，费老郎中才不得不遗憾地告诉他，他的身体虽然是保住了，但他的一只胳膊已经溃烂，所以必须得锯掉。这个时候的二奇已经有了求生的欲望，所以他说只要能活着锯一条胳膊又能怎样？于是他便请老郎中来锯。那费老郎中提醒二奇锯断胳膊会有剧痛的，可是赵二奇却说，只要让他咬着一条破棉被或是一件破棉袄的话，他就能坚持住的。这个时候，费老郎中已经给他解开了绑在身上的绳子和布条等，又摘下了遮住眼睛上的布。赵二奇这才发现，他那条坏胳膊早就已经给锯掉了，根本用不着咬什么破棉袄什么的，这才长长的松了一口气。从那之后，二奇是每天都会好好的吃药，还积极的运动，对未来的生活也是充满了渴望。就这样1年下来，他不仅身体能够自由的活动，而且身高还长了一大截呢。他们谈着这些事，这2个人是越谈越兴奋。费老郎中告诉二奇，给他治病的这种方法其实就是医心术，并且他还告诉二奇以后不用担心还他钱的事儿，因为自己是无长救的二奇，一个那么可怜的孩子能保住命就已经很不错了。所以费老郎中也是因为他无偿的救治了赵二奇，从鬼门关上抢回了一条命，后来才被当地的人们称为华佗在世。他家的生意也是越来越兴旺，越来越好。然而他们这爷儿俩聊着聊着，赵二奇不小心又把话扯到了少爷的身上，就见费老郎中又立马变了脸色。小子，看你那个臭记性，幸亏我没收了你这个徒弟。但是骂完之后，费老郎中又拿出了一大锭的银子给了那赵二奇，说道，你看这天也不早了，赶快回家陪你的老婆孩子们过节去吧，老婆孩子肯定都在家盼着你回去呢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费老郎中更致力于研究他的医术，因为一旦他空闲下来的话，那他就更无聊了，甚至脑子里还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儿子的事儿。看到有人要去南山，就给赵二奇捎个口信儿，说让他有空的时候过来转转。但那赵二奇一直忙到年跟前儿，也没来看望费老郎中一趟。除夕夜到了，费老郎中的药店又只剩下了他一个孤独的老人。过年的对联是他自己写的，但他却是怎么都没有心思去贴，就在那桌子上放着。这时突然听到了有人敲门的声音，开门一看，原来赵二奇手里拿着鱼和肉还有菜等站在了门外，身后跟着的是他的老婆和孩子。老爷，我是带着阿香和孩子来您这里热闹一下的。这一次费老郎中是高兴得热泪盈眶啊，他激动地赶忙给二奇的孩子送上红包，可是没想到孩子刚收下了他的红包，那赵二奇却跪了下来说道，老爷呀，二奇该挨打了，如果你不原谅我的话，那我就跪死在这里不起来。当赵二奇跪下的时候，阿香和他的孩子也都一同跪下了。费老郎中不禁吃了一惊，孩子们都快起来，这大过年的，有话好好说嘛，可千万别这样。但是赵二奇却仍旧在地上跪着说道，老爷，二奇我对您说谎了，少爷他根本没有死啊，并且他活得好好的。二奇，你说什么？当费老郎中听到这些的时候，不自觉地感到十分的惊讶。都过了这么久的时间了，其实他早就不生儿子的气了，只是当初说话太狠，找不到台阶下而已。可是如今听赵二奇说自己的儿子还活着，
费老郎中不禁是又惊又喜。费老郎中停顿了一下，赶紧上前扶起二奇，说道：起来吧，慢慢的跟我说，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？我感到很是纳闷。赵二奇便如实的交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。原来少爷真的是被骗光了所有的钱，在外面乞讨着苟活，但是却羞于回家。万般无奈之下，他便跑到了南山去跳崖。可是正巧遇到了正在南山看护树林的赵二奇，那赵二奇当然也没有将他当外人，使劲儿地臭骂了他一顿。一顿臭骂之后，那少爷更是羞愧欲死。赵二奇又继续劝说他，人呢，如果想死的话，是再容易不过了。难道少爷你就不想重新振作起来，东山再起吗？赵二奇的一番话一下子就激起了少爷的豪气，他赶忙叫喊起来，说自己当然不想就此心甘。他和二奇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，其实这次从家中逃跑，我也真的是吃了很多的苦，但也收获了很多的知识和见识。可是我现在混到身无分文的地步了，简直成了一个乞讨的叫花子，我又能凭什么再怎么重新开始？于是赵二奇那眼珠子转了一下，表示自己会来帮助他想办法的。但是那赵二奇自己的生活处境也并不妙，他自然也是无力帮助少爷的。到最后，他必须回去弄清楚那费老郎中具体是怎么想的。如果能得到费老郎中的支持，当然是最好。所以就出现了二奇几次三番来到老郎中家探望的场景。可是让人没想到的是，那老郎中竟然把家里的刀都亮出来了。那如果此时向他求助，似乎是不可能的。回去以后，赵二奇只能把老郎中赏他的那锭银子给了少爷，并说道：看来我能帮你的也只有这么多了，少爷，看你有什么本事就做点什么吧。庆幸的是这一次，那费少爷是真的想改过自新做点什么了。他接下来便去了其他的省城，经过了自己的努力之后，只有2个月的时间，情况就有所好转了。挣了一些钱后，他想把赵二奇给他的银子还给他，但是那赵二奇却怎么都不肯收，对少爷说道：我的这条命都是老爷他给救的，他就是我的再生父母，如果我还要接受他的钱的话，那么我这只剩下的手臂就会腐烂。俗话说得好，浪子回头金不换嘛，只要你以后能真心的悔改了，二奇我自有办法让老爷他答应你回家，好父子团聚。接下来赵二奇便又把费老郎中送给他的那锭银子也给了少爷，还鼓励他用于扩大生意之用。而且另一方面，他便一次次的到老郎中家中，试图减少老郎中对儿子的愤懑之情。如今当他看到老郎中已经收起了他的那把尖刀，感觉他一定是气消了，于是赵二奇这才鼓起了勇气揭开了谜底。少爷他现在挺好的，并且通过自己的努力，本事也涨了不少，现在他大约也已经积攒了100多两的银子了，估计不出3年的话，就可以把被骗走的那些银子赚回来了。听到这里，费老郎中情不自禁地忍不住哭了。赵二奇一看那老郎中的表情，感觉时机已到，突然间就转过头去，对着门口那边喊道：少爷，你还不快进来，快给老爷他道个歉吧。二奇的话音未落，只见那费少爷是推门而入，扑通一下就跪在了老郎中的面前。那父子俩不禁抱在一起，失声痛哭起来。回过神来之后，费老郎中不禁纳闷地问那赵二奇：按说你赵二奇可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厚道人，哪来的这么多道儿啊？竟然把我都给忽悠住了，我哪里有什么道儿啊？赵二奇说道：我赵二奇虽然没有什么本事，但是从老爷救我的时候起，我就在您的身边有了不一样的感受，也在您的身上学会了很多东西。费老郎中欣慰地大笑起来：哎呀，真的是非常的惭愧呀，我一直说医病要先医心，但是等事情轮到了自己的身上，却怎么都解不开这个心结，真的太感谢二奇你对我们父子俩的帮助了。
在接下来，费老郎中又郑重地告诉二奇，从今以后就不要再称呼他什么老爷了，以后也不要再去南山看林子了。明天也就是趁着过年的时间，他就把二奇认作自己的干儿子，并开始教他学习医术。就凭二奇的这种理解能力，学好医术肯定是没有问题的。原先总是感觉二奇没有灵气而笨头笨脑的，确实不是太了解他呀。这个年过的，费老郎中是从未有过的高兴。几个小时前，屋子里还是孤零零的自己一个人，而现在是热热闹闹、欢天喜地的一大家子。他的心情真的是好到了极点。他语重心长地说道：“哎，一点都不错呀，还是那句话，医病要先医心呢。现在我也明白了，以后我们要把这种治疗方法叫做医心术。”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。看完这个故事后，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？欢迎在下方留言，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